面对人生的无常，放下执着会很难吗？是的，很难。所以人生才有苦痛。可其实解脱的办法本来就很简单。今天我们继续从佛学和科学出发，以及分享几个故事，来帮助大家找到心中原本的答案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频道。韶华不为少年留。在上一期我们讲到了无常，讲到了无常是佛学中最根本的理论基础之一。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，无论是宇宙乾坤、山川湖海，还是我们自己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。除了实，还有虚。时代大势、个体命运以及内心思绪，也同样无时无刻不在变化。这就是无常。科学已经证明了这一切。熵增定律告诉我们，宇宙中的一切都在变化。混沌现象告诉我们，所有的复杂变化都不可被预知。这种由现代物理学所证明的基础规律，也就是无常。所以我们所经历的种种一切，亲人逝去，爱情背叛，事业波折，也许的确有我们自己的原因，但很多时候更大的原因正是这随机的、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无常。但知道了这一切，我们就能放下执着了吗？很遗憾，多半不能。让我们陷入执着的不是那些无法改变的无常，一杯打翻的果汁，一趟错过的地铁，一场未能赶赴的聚会。这些困扰很快就能雨过天晴，而让我们陷入执着的是那些无法改变的无常。一位在时光中辞别的亲人，一段未能走向终点的爱情，一次错失后不再来的事业，要么是求不得，要么是已失去。这些苦痛甚至可以让我们终生深陷其中。那么该怎样放下执着呢？佛学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呢？虚性无常，即是常。无常能有多快呢？在佛学对世界的理解中，人的心念是如此的纷繁杂乱，就如同河中的流水，没有一刻停止的时候。一个念头暗下去，一个念头浮起来，此起彼伏。换算成现代时间，一念约是1秒钟上下。不过心念不是佛学中最短的时间单位，一念还有90刹那。这个日常我们所说的词语，就来源于梵语刹那的音译。但就算一个刹那，还可以分为900个生灭。换算后，一个生灭就是数个微秒的时间。这就是无常的速度。世间的万事万物，哪怕就是一块顽石，都承受着阳光的照射、水分的侵蚀，
以及细微处化学键的断裂。就在这极小的生灭时间中，无休止地承受着无常，所以终有一天，顽石也会化为齑粉。极短时间的生灭变化，居然也和现代物理学的量子涨落相符合。我们宇宙没有真正意义的真空，真空实际上是无数虚粒子组成的汹涌沸腾的海洋，它们随机出现，又随机湮灭。这就是现实世界的本质，又一次在哲学内涵上和1000年前的佛学相遇了。无常本应该让我们警醒，从而放下执着，可恰恰相反，无常往往使我们更加执着，似乎更加执着就可以抵挡无常的到来，似乎更加执着就可以使我们的执着的对象坚不可摧。这可能吗？亲人离去已成苦痛，可有多少人还是迟迟不肯接受，沉浸在过去的追忆中？感情破裂已成苦痛，可有多少人还是迟迟不肯放手，缠绕在孽缘的羁绊中？事业波折已成苦痛，可有多少人还是迟迟不肯止损，沉没成本从此越堆越高？如何面对无常，其实需要最深刻的智慧，而最深刻的往往也最简单。让我们接着聊。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。在1000多年前的一天，那可能是一个春意盎然的早上，一位老禅师正端坐在禅床上入定。只见这位老人神情淡然，一点儿也不着急，可身边围绕着的其他僧人却着急得不得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位老禅师不愿意吃饭，哪怕是弟子们已经把饭端着送到面前，也不愿意动筷子。终于当家的执事僧拗不过了，只见他出去又回来，终于把藏着的东西交了出来。是什么？只不过是一把锄头，还有一个斗笠罢了。老禅师眉目舒展，终于愿意拿起碗筷吃饭了。众僧也终于舒出了一口气。这位老禅师就是唐代著名的禅宗高僧百丈怀海禅师。他设立了百丈清规，其中包括有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。哪怕他年事已高，也要以身作则。就算众僧关心他的身体，把他的工具藏了起来，他宁可不吃饭，也不愿破坏这条清规。可这个故事和面对无常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这就是最深刻的智慧。我们如何能面对无常呢？尽管佛学通过各种智慧教导来帮助我们面对无常，放下执着，但难道心中常念放下执着，就能真正的放下执着了吗？久而久之，很可能心中那放下执着的执念就会成为新的执着。旧的困扰未消灭，新的困扰
就先出现了。百丈禅师所代表的禅宗，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：当下即是，不执着于过去的遗憾，不迷失于未来的幻象，要专注于眼前的每一刻。如何专注呢？行、住、坐、卧，皆是禅。只有这样做了，才能淡化自己原本的执着，无常带来的苦痛才会一点点的变小。面对无常，面对面的硬顶，只会让执着如小石变大山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重。唯有让执着先留在那里，继续生活，努力修行，终有一天转头会发现，那个被无常催生出来的执着，竟然真的消失不见了。诞生于唐朝中叶的百丈禅师，是了不起的佛学改革家。当印度佛学逐渐衰落之际，却引导汉地佛学拿起锄头，在一坐一卧中修行，在一着一饮中修行。汉地佛学能绵延千年，蔚然大观，百丈禅师不可磨灭的贡献便是其中之一。那么科学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？让我们接着聊。顺其自然，为所当为。1874年，一个孩子出生在日本，他天生就非常的神经质。7岁看了寺庙里面的地狱图，成为了无法摆脱的童年噩梦。12岁仍因为尿床而苦恼，成为了自卑情绪之一。16岁心动过速带来的神经衰弱，陪伴了整个青少年时期。这样神经质的一个孩子，必然会产生心理问题。然而他从东京大学毕业后，却成为了精神卫生领域的专家，提出并创造了知名的森田疗法。这个人就是日本精神学家森田正马。森田疗法就是从他医者自医的过程中诞生的，核心思想是帮助患者接受症状，而非与症状抗争。对焦虑、强迫、神经衰弱等心理问题帮助很大。正因为融合了东方佛学思想，所以也被称之为禅疗法。禅说要无执，森田疗法说出现症状不要去对抗，专注工作与生活中的任务就行。比如禅说吃饭就是吃饭，不要去想其他的事情。森田疗法说吃饭的时候出现症状，继续吃饭，不要去过度思考。那么森田疗法有效吗？当然，任何精神类疗法都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患者，但从1920年创立后，已帮助了千千万万的患者。30多年后的1950年代，科学家在人类的大脑中发现了一小团褶皱如杏仁状的器官，起名叫杏仁核，并且发现了过度关注与控制情绪会激活大脑中的杏仁核，从而加强焦虑反应，而接纳情绪
则能让大脑回到稳定状态，居然会使症状自然减轻。森田疗法真的有了解剖学的依据。恍惚间，百丈禅师在田间劳动的身影，成为了千年后神经学科的治疗方法的答案之一。也无风雨，也无晴。1082年是宋神宗执政的第10年，朝堂上围绕变法的新旧党争人无止息。边关处，宋对西夏的兵戈未息陷入焦灼，而这种种一切都和一个人无关，那就是被贬黄州已经第3年的苏轼。曾经在21岁便名动京师的苏轼，宦海沉浮多年，这时他已经45岁了，蹉跎半生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得到。繁华的汴京，华丽的朝堂，遥远的好像是不切实际的梦，但在当时尚且遥远偏僻的湖北黄州，苏轼却爆发出了巨大的生命力，创作了千古流传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又书写了誉满天下的《寒食帖》。但我们此时要说到的，却是他在这年春天写下的一首词《定风波》。这里面写道：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是的，很豪迈，但更有意境的是最后一句：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如果只说无风雨，那当然是一种豪迈，但这是真正放下了执着了吗？并不是。苏轼又说了也无晴，才有了放下执着的洒脱，里面蕴含着的就是一种禅意。曾经被称为100年第一的苏轼，那么的风流倜傥，只是因为新旧党争中的恶意构陷，下狱长达100多天，险些身死。贬到黄州，已经算是捡回了一条命。学者蒋勋说，这段时间是苏轼最难过、最辛苦、最悲剧的时候，同时也是他生命最领悟、最超越、最升华的时候。从此之后，他不再为无常而绝望。苏轼怎么做的呢？他种了一块田。是的，又是种田。好友在城东要到了一块荒废的土地，苏轼终于俯下身去，拥抱了土地，头顶烈日，挥汗如雨。土地成了这个文人新的笔墨纸砚。苏轼是如此的爱这块田，他把这块城东的田起名叫东坡，而自己就叫东坡居士。苏轼那个风流才子消失了，苏东坡这个千古文人风骨的代表诞生了。陪伴苏东坡的有儒，有道，也还有博大精深的佛。活在当下，便能放下执着，即所谓的行、住、坐、卧，皆是禅。这就是蜕变。从此，苏东坡变成了
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，在湖北黄州吃起了豆腐，发明了东坡豆腐；再贬到更为偏远的广东惠州，却吃起了荔枝，日啖荔枝300颗；然后再贬到更为蛮荒的海南儋州，年过花甲却吃起了山药，发明了东坡玉参羹。脱胎换骨的苏东坡在晚年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给自己：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。面对一生的无常，苏东坡最终坦然处之。写下这首诗的3个月后，苏东坡在北归回京途中逝世。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如果我们停下来去想，那永远不会有答案。就像面对无常，只有勇敢地面对生活，才会真正地放下执着。下一期我们会一起挖掘无常的根源。什么决定了我们的无常？又如何可以改变无常的起因呢？请期待下期的内容。今天就聊了这么多，请关注人间见禅频道，方便下次可以找到我。也请转发和点赞，这样可以增加我的权重。让我们下次再见。